年纪一大，肌肉就开始偷偷流失。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楼梯爬不动了，手提菜篮子特别吃力，从椅子上站起来也比以前慢了半拍。这些小变化常常被我们误以为是正常变老，但其实很可能是身体在悄悄流失肌肉。这背后是一个中老年人常见却少被提起的问题——肌少症。根据研究，超过50岁的人群中，有将近1/3都有肌肉流失的现象。肌少症不是病，却会悄悄偷走我们的行动力，走不远，站不久，跌倒风险变高。一旦肌肉少了，连生活自理都成问题。但好消息是，只要在饮食上做一点调整，肌肉是可以吃回来的。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一种医生也推荐的天然食物，它价格不贵，做法简单，而且特别适合中老年人。每天吃一点就能慢慢养回肌肉力，让您走得稳，站得久，不怕摔。影片后面我们还会告诉您，这食物怎么吃最营养，怎么搭配效果最好，哪些人特别适合吃。请您一定看到最后，这可能会改变您和家人的晚年生活质量。说到补肌肉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吃肉，但其实有一种植物蛋白食物，不仅补得温和，还特别适合中老年人，那就是鹰嘴豆。它外表像一颗颗小小的金黄色豆豆，在中东、地中海料理中非常常见，现在也慢慢走进了我们亚洲的餐桌。不过很多人还不知道，鹰嘴豆是抗肌肉流失的超级明星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第一，它蛋白质含量很高，每100克煮熟的鹰嘴豆就有9克优质植物蛋白，这正是肌肉修复和维持所需要的原料。比起一般豆类，它还含有一种叫亮氨酸的成分，这个成分能直接刺激肌肉合成。简单说，就是叫醒沉睡的肌肉细胞，提醒它们该动起来了。第二，鹰嘴豆含有丰富的镁和铁，镁帮助肌肉放松，减少抽筋；铁则把氧气送到肌肉细胞，让您不容易累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脚软无力、体力差，可能就是因为铁和镁摄取不够。第三，它的膳食纤维也很丰富，每100克就有7.6克膳食纤维，能帮助控制血糖，避免血糖忽高忽低。血糖一稳定，身体就不容易疲惫，对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个加分的食物。如果您想尝试吃鹰嘴豆，建议这样吃：每周吃3到4次，每次150克左右，可以煮汤做泥，也可以炒菜时加一点，搭配维生素 C 类食物，像柠檬汁、青椒一起吃，还能帮助铁更好吸收。还有个小妙招，把鹰嘴豆煮熟打成泥，加点黄姜粉和黑胡椒，就是一碗既抗发炎又补蛋白的温热晚餐，特别适合晚上吃，帮助身体恢复，安心入睡。说完鹰嘴豆，您可能会好奇，除了这种豆类，还有什么绿色蔬菜也能帮我们保住肌肉呢？如果说鹰嘴豆是补肌的主力军，那接下来的这位可以说是绿叶中的战斗机。它颜色鲜绿，口感软嫩，很多人家里冰箱里都常见。但您可能没想到，它的营养价值其实一点也不输豆类，而且吸收更快，消化更轻松，特别适合牙口或肠胃不太好的长者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道家常又营养的护肌蔬菜——青豆。青豆也叫甜豆，别看它小小一颗，里面却藏着修复肌肉的秘密武器。很多长辈吃青豆只是觉得它口感软，好嚼好煮，却不知道它其实也是抗肌少的重要角色。每100克青豆就含有超过5克的植物蛋白，加上丰富的赖氨酸和铁，能帮助身体合成胶原，运输氧气，增强耐力。这对年纪大的朋友来说非常关键，因为一旦肌肉含氧不足，人就容易疲累、无力、头晕。青豆就像是肌肉的充电宝，吃进去能让肌肉恢复活力，耐操耐走。说到青豆，很多人第一印象是配菜、炒饭里的点缀，但其实青豆可不只是陪衬角色，在中老年人的饮食里
它可以是强壮肌肉的好帮手。首先，青豆蛋白含量也不低，每100克煮熟的青豆就有5.4克蛋白质，而且富含赖氨酸，这种成分有助于身体制造胶原蛋白，能帮助修复肌肉纤维，让腿力更稳，动作更有力。再来，青豆也富含铁和亮氨酸，能提高血液中的含氧量，减少疲劳感。您是不是有时候走路走没几步就喘，或是站一会儿就觉得腿累？这很可能是肌肉缺氧造成的。吃青豆有助于缓解这种腿部没劲的情况。更妙的是，青豆还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成分皂苷，它能在运动或日常走动后帮助肌肉降低发炎反应，促进修复。也就是说，吃了青豆后，即便白天劳累，肌肉晚上也比较不会叫苦连天。怎么吃青豆最好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煮熟后和橄榄油、坚果一起打成抹酱，或是搭配红椒一起清炒，不但营养加倍，还能提升铁的吸收率。建议每周至少吃3次，每次150克左右，这样可以持续补充蛋白质，又不会造成肠胃负担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青豆的纤维量甚至是菠菜的将近2倍，对血糖控制、肠道健康都有好处，特别适合有糖尿病或消化不良的中老年朋友。讲完青豆，您可能会想，那除了这些豆类和蔬菜，还有没有更浓缩、更小分子、更快吸收的肌肉食材呢？别急，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样，居然是 NASA 给宇航员吃的超级食物。说完青豆这类易入口又补气力的绿蔬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一种浓缩型的超级营养品。它不是菜，也不是豆，而是一种古老的天然藻类，被 NASA 选为太空人专用营养品。原因就是它小小一匙，营养密度却远超一般食物。这就是被称为蓝绿色奇迹的螺旋藻。很多人听到藻类2个字就想起海带、紫菜，但螺旋藻其实是生活在湖泊中的一种微型藻类，经过烘干后磨成细粉，加入水、果汁或汤里都可以食用。为什么它被认为是对中老年人肌肉最友善的超级食物之一？第一，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惊人，干燥的螺旋藻中高达70%都是完整蛋白质，而且包含所有人体需要的氨基酸，吸收率甚至比鸡肉、鱼肉还高。特别是当年纪增长、胃口变小、咀嚼困难时，吃螺旋藻能轻松补足日常蛋白，帮助防止肌肉流失。第二，螺旋藻含有丰富的铁、镁、叶绿素，能提高血红素合成，改善肌肉含氧量，减少疲劳与抽筋。尤其是它所含的藻蓝素，是一种天然抗发炎物质，能减缓运动后或行走后的肌肉不适，加快恢复速度。第三，它的用法非常简单，只要每天3到5克的螺旋藻粉，可以加入温水、豆浆或打成果汁，味道微微带海藻香。如果您不习惯粉状，也可以选择胶囊形式，方便携带。有些人担心螺旋藻会不会太补？其实不会，它属于温和补养型，适量食用反而可以帮身体调节免疫，促进代谢，对血糖控制、肠道健康都有帮助。如果您有喝椰子水的习惯，不妨在里面加1小匙螺旋藻粉，既补水又补铁补蛋白，是个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轻养生饮品。那如果说螺旋藻是浓缩型补品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家家户户厨房里常见的绿色香草。它的保健功能您很可能一直忽略了。前面我们讲了螺旋藻这种太空营养补给，现在回到厨房，我们来认识一种大家常见却很少认真对待的香草。它经常被当作配角，放在汤里，撒在炒蛋上，装饰在盘子边，但其实它是帮助我们肌肉抗老、增强韧性的一把好手。这个食物叫做欧芹，也叫西洋香菜或香芹。欧芹的厉害之处在于，它虽然体积小，吃的不多，但里面含有的活性营养素却非常浓缩，特别是黄酮类化合物芹菜素 Apigenin， 这种成分对肌肉修复和纤维再生有显著作用。
还能减轻运动或行走后的肌肉酸痛与发炎反应。不只是如此，欧芹还是维生素 K 的超级来源。每100克新鲜欧芹含有超过16000微克的维生素 K， 这是帮助肌肉正常收缩、关节灵活的重要营养。年纪越大，维生素 K 越不能少，它能让我们的腿脚有劲不打软。欧芹也含有丰富的铁和维生素 C， 可以帮助氧气运输到四肢，缓解气喘腿软的问题，特别适合经常感到疲倦、稍走就喘的长者。怎么吃最方便？您可以每天在汤里加一点新鲜欧芹末，或者把15克欧芹和柠檬汁、菠菜一起打成果汁，早上空腹喝1小杯，既清新又爽口，还能顺带帮助铁的吸收与肠道蠕动。如果您不喜欢生喝，也可以将10克欧芹泡热水喝，泡5分钟就是一杯简单的香芹茶，温胃又养神。顺带一提，古希腊人打仗前也会吃欧芹，他们相信这能增加体力和持久力，所以别小看盘边那一撮绿叶，它可能是肌肉健康的秘密武器。讲到这里，您是不是开始想问，有没有一样食材是日常调味料里最强壮的？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不是蔬菜，不是豆子，而是一种细长的绿色香料，跟洋葱是亲戚，但效果更特别。说到厨房里的绿色小精灵，刚才提到的欧芹常常被人当装饰，而现在这位主角细香葱更是被许多人当作调味配角，撒一撒就结束。但其实细香葱不仅仅是增香，它还是一种强力抗肌少的香味保健品。细香葱和我们熟悉的大葱、洋葱、蒜头是亲戚，属同一类葱蒜类蔬菜，里面含有一种叫蒜素 allicin 的成分。这种物质能帮助血液循环顺畅，让肌肉细胞获取更多养分与氧气，不但能减少运动后的疲劳，还能提高肌肉耐力。同时，细香葱中也含有丰富的类黄酮和胡皮素 quercetin， 这是非常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，能减少肌肉的氧化压力，延缓衰老速度，尤其适合腿部容易酸软、关节常僵硬的朋友。更厉害的是，它还富含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C， 这2种维生素一起作用，不只保护骨骼、增强肌肉收缩，还帮助身体制造胶原蛋白，维持关节弹性。对于走路不稳、站太久容易膝盖痛的朋友来说，细香葱就是个香味十足的支撑力。日常吃法也很简单，每次只要吃上10克新鲜细香葱，就能起到基础的保健效果。建议尽量生吃或稍微加热即可，这样能保留最多营养。像是撒在汤里、煎蛋里、拌冷豆腐时加一撮，都是很好的做法。想再进阶一点，可以试试看细香葱酱油油浸法。把30克切细的香葱浸泡在100毫升的橄榄油里，静置24小时后，做菜时每滴1勺，就是在给肌肉做温柔的保养。小小香葱看似普通，却能为年长者的行动力默默加分，这也是饮食养生的美好之处。不用昂贵，不求稀奇，就能在1日3餐里慢慢养出好身体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影片的重点总结，这几种食物为什么特别适合中老年人，而您又该怎么安排每周饮食，才能真正看到成效？亲爱的朋友，影片看到这里，您可能已经发现，想要保住肌肉，活得轻松，其实不一定要吃补药，也不用天天跑健身房，只要吃对东西，每一口饭菜都能成为您身体的帮手。我们今天介绍的这5种护肌食材，您还记得吗？第一是鹰嘴豆，高蛋白、富镁铁，帮助肌肉修复。第二是青豆，增强腿力、抗疲劳，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。第三是螺旋藻，小小一匙，营养浓缩，吸收快。第四是欧芹，看似配菜，实则富含肌肉修复因子。第五是细香葱，提香的同时也帮您增强血液循环与韧性。这5样食物有一个共同点，天然、易取得、消化好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吃。您不必一次全吃，也不需要天天照表操课，
只要每周固定吃上2到3种，每种吃个2、3次，肌肉的力量就会慢慢回来。可能一开始没什么感觉，但1个月后，您会发现自己走路稳了，上下楼梯不喘了，提菜篮不觉得重了，甚至早上起床的那一步都轻松了许多。年纪大了，我们无法控制时间，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让身体提前退化。吃是最日常的养生法，而食物是我们最老实的朋友，他们不会骗人。只要您愿意吃，愿意坚持，他们就会在身体里慢慢帮您一点一点修好损耗的肌肉、骨骼与元气。最后想提醒大家，若您身边有父母、长辈、亲友也在担心走不稳、站不久、腿力退化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。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您有没有什么护腿、补肌的饮食妙招，或是您吃了哪一样觉得特别有感觉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银铃智慧。我们每周都会带来更多中老年养生、健康好生活、心理调养与智慧养老相关内容。祝您越走越稳，越吃越强，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